2016年的一个深夜，刘恺威趁着夜色进入了王鸥的房间，并在其间逗留数个小时。不久之后，二人夜会的视频登上了头版头条。彼时的刘恺威与杨幂已经结婚2年，并且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。此事一出，外界纷纷猜测刘恺威出轨王鸥，可二人却都予以否认，并说他们是在探讨剧本。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？黑灯瞎火的聊剧本，那剧本怕不是夜光的才行，让人匪夷所思。而让人感到反常的是，杨幂不仅没有生气，还大方地向媒体表示：“我相信恺威的人品。”可看似风平浪静的背后，实则已经让他们的婚姻岌岌可危。夜光剧本2年之后，2018年，杨幂和刘恺威的婚姻就走到了尽头。一切的矛头似乎都指向了当年的王鸥，那么他们3人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爱恨纠葛呢？对于王鸥，网友们都这样评价她：10年演戏无人知，一朝绯闻名天下。她这么多年都不温不火，和自己作死有很大的关系。去年，王鸥和杨颖参加了同一档节目，杨颖当着她的面好几次提起杨幂，不管是无心之举还是故意为之，在观众的眼里，就是杨颖在替自己的好闺蜜报仇。杨颖在娱乐圈是出了名的仗义，之前在综艺中维护虞书欣，还曾经帮赵今麦解过围，对于看不惯的人也从来不给一点脸面。比如之前他和杨幂、倪妮的3人合照说裁就裁，还发了出来。同样，这一次面对王鸥，他也没有手软。他和王鸥之间可以说八竿子打不着，并没有什么过节。但是王鸥和杨幂却是水火不容，他们之间的纠葛简直比电视剧还要精彩。王鸥不得不说是娱乐圈最勇敢的女明星。大家都知道杨幂在娱乐圈的地位和人脉。他能随意的将一个人捧上神坛，也能轻易的将人送进深渊。而王鸥曾经染指过他的2个男人。王鸥第一次火是因为《琅琊榜》，第2次火是因为《伪装者》，而他第3次火的并不是他的剧，是著名的月光剧本，并且这次的男主角是杨幂的前夫刘恺威。2016年9月，王鸥在拍摄《莽荒纪》时，被人拍到刘恺威深夜潜入他的房间。2人独自在房间内待了4个小时之久，并且在拍摄期间不止有过一次。在如此炸裂的消息被爆出来时，3方的回应更是将观众的智商按在地上摩擦。消息一经爆出，杨幂作为这次事件男主角的妻子，首先就成了网友们最关注的一个人。她当天被粉丝记者们围解到机场中3个小时出不去，迫于无奈出动了保镖才顺利离开。而男主角却回应2人只是在探讨剧本而已。但是很快就有网友观察到，在门缝中只有卫生间的灯是开着的，并且王鸥送男主角出来时下身只穿了一件内裤。这波说法根本站不住脚，也难以堵住网友们的悠悠众口。由此，这件事情被吃瓜网友们称为月光剧本事件。杨幂也在活动上被一众记者反复询问月光剧本的真相。迫于舆论的压力，她也只能回应表示自己相信丈夫。而作为此事件的女主角王鸥，她的回应却像是在开玩笑，还能不能好好玩耍了？王鸥对于网络上铺天盖地的舆论危机，似乎根本没当回事。她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只是简单的回应这一句，也可能是秉承着清者自清的想法，但事实证明她还是太天真。这件事情网友们早已给他定性，他就算跳进黄河也洗不清。网友们一人一口唾沫就能将王鸥淹死，但其实这件事情的本身真的是这样吗？他真的是无恶不赦的小三吗？没过多久，事情就发生了反转。这个事情的始作俑者卓某人，他亲口承认这件事情是他本人杜撰，而这样做的目的只是想让刘恺威自曝分手。当晚进入王鸥房间的不仅只有他，还有剧组的其他工作人员。虽然如此，在2年后，密凯还是离婚。2018年年末，2人的工作室宣布2人正式离婚，但是2人被传出在此之前的关系就已经很僵硬。月光剧本事情了结之后，他们的夫妻之间的互动明显减少，即使被拍到同时出现在机场，2人也都是黑着个脸。并且刘恺威自顾自地迈着大步子走在前面，根本不管在身后的老婆。
所以王鸥就成了导致他们婚姻破裂最大的背锅者。杨幂那时的婚礼和好闺蜜杨颖的比起来，那叫一个寒酸，就连给她的婚戒都是不符合自己尺寸的。可她还是一脸幸福的与身边人携手开启了下一个人生阶段。可没想到自己委曲求全的下嫁，换来的却是这样的结果。而他们仅仅离婚5年的时间，二人的发展就已经天差地别。年近40的她，热搜上对她的关键词还是少女感，并且她是外貌事业两手抓。在变美的同时，她这些年来参加的大大小小综艺加起来有20多档，可以说咱蜜姐一直在顶流的位子上没下来过。而反观前夫哥，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儿。在他们离婚之后，前夫哥就很少亮相。去年的《披荆斩棘2》是他第一次在内地高调出场，而他在其中的表现受到了网友们的群嘲。他在初舞台中演唱的歌曲《将爱》，网友们一致评价为难听，并且在个人喜爱度排名中名次排在中后位。不止如此，他能够参加这档综艺也饱受了很多争议。有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他能够参加这次的综艺，当然更多的矛头还是指向当年的月光剧本事件。大家对他的恶意从来都未停止过，因为在大家的眼里，他已经把背叛者的称号坐实。总的说起来也十分的惋惜，如果没有月光剧本事件的话，他们二人说不定还是恩爱如初，王鸥说不定现在也已经跻身一线演员。但是两位女主角之间的爱恨情仇可不只是一个前夫哥。早年杨幂与当时的新晋小生魏大勋传出了情绯闻，并且还疑似在综艺中回应过这段感情，但是二人一直都没有公开，甚至传言魏是他的备胎，而魏是二人之间的第二个矛盾。在2017年，王鸥与魏参加综艺名侦，有一个环节是嘉宾之间互相搜身，本来负责魏的是何老师，但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，王鸥非说自己也要体验一下。别人都是在认真的搜查证据，而王鸥却乘机揩油，一会解别人扣子，一会摸人家屁股，摸完还不忘发表感言，还挺坚实的。本来经历过月光剧本这件事后，王鸥应该与和蜜有关的男演员稍微避一下嫌，更何况魏还是蜜的绯闻男友。可他非但没有这样做，还体验了一把蜜都不一定体验过的做法。不仅如此，还在私下里和魏发展成了好朋友，二人经常在社交软件上互动。有人还说，王鸥想要得到的不仅是刘恺威，还有杨幂的绯闻男友魏大勋。但是他惹到杨幂的还不仅仅是这些。众所周知，蜜姐的诈捐事件是她在演艺生涯中最大的一件黑历史。就连神通广大的粉丝都没能将此洗白，也是他们心中的一个伤疤。而王鸥的做法直接捅了他们的心窝子。王鸥在宣传自己的新作品《芝麻胡同》时，回复了一位网友的评论。按理说这样的操作是再正常不过，但是他回复的是一位网名叫杨幂诈捐的网友，而他回复的内容更是惹怒了一众蜜姐的粉丝。这种吓人诛心的做法，不得不说是真的叫人生恨，并且在他回复之后，那位网友还真的一本正经的将自己的网名给改掉。而杨颖面对和自己的好闺蜜有这么多过节的王鸥，自然是要为好朋友出口恶气。她在节目中对着王鸥这位当事人多次提起了蜜，先是打电话问自己和蜜谁更漂亮，又说蜜姐不会知道的。而王鸥在听到这个名字时，更是瞬间变脸。上一秒还在笑靥如花的她，下一秒笑容就消失。其他的嘉宾也是一副看好戏的模样，而她在一旁更是羞愧的低下头苦笑，在一旁玩手机。不得不说，杨颖真的是太有招了，直接让敌人的心理防线崩塌。而这一幕不仅俘获蜜姐粉丝的力挺，就连路人网友都对她表明了赞许。王鸥因为非常爱看剧本，让网友唠了7、8年，但其实她的童年经历还是挺惨的。她小时候可以说是爹不疼，娘不爱。父亲在工厂上班，虽然没钱，但还是喜欢出去寻求刺激。她的妈妈是一名裁缝，为了生计也是忙得不可开交，所以小小的她就成了父母二人的累赘。由于没时间照看孩子，他的父母一合计，每人拿出200元，将他寄宿在各种亲戚家。
即使如此，父母还是经常争吵，母亲最终还是丢下了他，选择和父亲离婚。所以在王鸥的记忆里，他一直都是寄宿在各个家庭中长大的，他完全不知道父爱和母爱到底是什么样的。毕竟在别人家不同自己家，这也就使得他从小都特别的谨慎和自卑。好不容易摸爬滚打长大之后，还差点被学姐卖到漂亮国。而对于他来说，还有比这更悲哀的是，自己在娱乐圈兢兢业业的演戏10年，还没有一次绯闻所得的人气高，并且自己多年的努力都被炒作上位4个字给概括。说实话，他的演技还是可圈可点的。假设没有月光剧本，相信他在不远的未来也能够通过演技出圈。那么你们喜欢王鸥吗？